而在宫位当中，它不只代表了空间，也代表了时间。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其实就是紫微斗数最难懂也最难学习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林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陆陆续续在我们的视频也介绍分享了不少的格局。有些人对格局星曜的组合可能很熟悉，有些人对星曜组合这些格局还有一些名词也可以说是陌生，甚至是难懂。今天我们也针对格局星曜组合这个部分做一些分享与探讨。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视频，喜欢紫微斗数命盘当中星曜组合的格局问题，也希望您点赞、分享，以及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您的支持也是林姬最大的动力与来源。林姬感谢您，谢谢。在这么多的格局里面，通常我们在初学的时候，一下子要背起这么多的名词，会觉得它深涩、艰深又难懂，有时候就会看不下去。其中就是像富贵格局、位置宫星、官封三代，或者是三奇佳慧。另外又看到命无正要、夭折孤贫，更是心里想说，一辈子就这么完蛋了。加上我们要验证这个命盘，又有些困难。一些的常见格局当中，也不见得就会有富贵双全，或是位置公卿，或者是文章盖世，所以难免就会质疑格局的真实性，或者是重要性。在这么多所谓的格局，还有歌诀里面，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容易记，但是其实害了不少人，因为有些口诀太过于简单，让我们能够容易背诵起来，但是其实却有许多的附加条件。因为大部分初学的人容易看不懂，所以就会选择性的去判别，拿着自己的命盘对照相同的格局，但是看着又是似懂非懂。另外格局有分合格、不合格，或者是破格。另外还要记诵什么干支的才是属于合格，什么干支又是不合格。还有就是白天生的人合格，还是夜晚生的人合格。简直要去把它整明白，说真的会让人家有点头疼。到最后甚至有些初学者就会质疑这些格局星曜的组合到底有没有真实性，是否真的这么重要。但是其实这些星曜的组合以及格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因为在推论命盘，它是我们思考方向推论的一个重点。而在宫位当中，它不只代表了空间，也代表了时间。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其实就是紫微斗数最难懂也最难学习的地方。而在宫位与格局当中，三方四正以及大小限、本命盘以及我们的流年，则是我们在看盘的时候推敲的技巧。斗数当中有100多颗星曜，它是根据我们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时间分布在各个宫位排序出来，而每一颗星曜都有它自己的特质，星性则由我们的个人背景、行为与这些各个星曜作为互动，使整个的紫微斗数命盘因此活络起来。所以命盘可以说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原因在于如果有再好的原本的本命盘，也需要有好的大运势以及运线及个人的造化加以运用以及转化。在古赋文当中也有明显的提论到，立命便知贵贱，安身便知根基。所以我们要先看命宫、福德宫以及我们的迁移宫、立太极、阴阳以及本对宫的体用，之后才是先明格局，再论吉凶。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说，并不是由赋文当中简单的2、3句话就可以论断我们的一生，而是必须参考我们所谓的三方四正、吉星、凶星的分布，才来开始做推论。
所以我们在看命盘格局的时候，应该回归到整体的全盘推论，而不是简单的一两句口诀，则可以论断一生的吉凶。而格局也只是先天性的方向，是否可以达到格局，需要好的大环境、运线，以及个人的智慧、才能以及选择。再看后天的星曜的变化，我们都知道紫微斗数是由逻辑推演，只要是由推演，就一定有脉络可循。只要我们有正确的认知，配合的正确的看盘顺序，最后我们会发现，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的看盘技巧。第一就是看星曜的分布，第二则是四化的变化，第三则是吉凶星的分布，第四则是我们个人的时空背景，第五则是我们的才华学识。而斗数的构成格局则有四化以及星曜，只要格局的存在，那么格局的意义所对应的宫位则为成格。例如我们的禄存星如果坐在我们的迁移宫而又化忌，则形成了羊驼夹忌格。如果这样子的格局坐落在兄弟宫或者是交友宫，只要是这些元素具备，则也代表成格，因为大限流年一定会走到这个宫位。所以我们在推论命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格局是凶还是吉，是否成格，也要依据大限流年作为这个格局所因应的事件及重点。而评估格局强弱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配合星曜的数量的多少来判断，通常都是按照富贵格局当中加会的吉星数量多，而凶的格局会卷凶煞星的元素多则为强。另外，如果是吉星极化或者是凶星的元素少，如果再加上地空地劫，则视为这个格局为无力，能量较低。例如，如果我们的太阴坐在我们的亥宫，则为月朗天门格，也为月落亥宫格。这个特点就是太阴在亥的位置为命宫，而对宫则为天机星，官禄宫则为太阳天梁在卯的宫位。三方最好是有逢到禄存或者是禄全科，而且没有煞忌星来照会，再加上六吉星，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高的格局。因为同时有太阳天梁坐在官禄宫的日照雷门格，太阳天梁皆属于坐在庙旺的宫位，又是属于叫日月并明格，在财帛宫的位置又具有一个明珠出海的好格局。这样子多种好的格局，可以说是非富即贵。在古文当中也有说，月朗天门，尽绝封侯。如果夜晚生的人则为贵，而白天生的人则是属于大器晚成。而太阴最怕就是化忌，造成了浮云遮明月，必须经历千辛万苦方有可成，而且多有感情的困扰。而太阴化忌又逢到对宫的天机化禄，这样子的禄忌相冲，在事业、健康或者在感情上必有所遗失。古诗也有说，禄逢忌冲，吉处逢凶。古时候的人对于月朗天门格，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有官禄宫的太阳天梁坐在庙旺的位置，非常好的旭日东升，日照雷门格，而且武曲星与天象星又坐在田宅宫，这样的架构已经具备了富贵的格局。再加上紫微又坐在疾厄宫，由此可见是一个头脑聪明、学识才华非常渊博的象征。
这样子的格局的人个性会比较内敛，做事也可以说是非常温和，又具有亲和力，人际关系非常的好，也具有异性缘，更可以说是男的斯文帅气，女的则为气质高雅，端庄秀丽，身材好，非常适合在学术界、文艺界有所发展，有所成就，也很容易成为专业的学者或者是名人。太阴是财星，最好就是能够逢到禄存，或者是化禄、叠禄，这样子的话，则为大富的格局。而太阴坐在亥的宫位，可以说是12宫位当中最好的位置。太阳、天梁又坐在卯的宫位，戌日东升，都是属于妙望的宫位，所以非常容易少年得志，学业有成。因为太阴主父，太阳、天梁在官禄宫，这样是属于非常好的富贵双全的好格局。而太阴最好就是晚上生的人，如果在家会文昌文曲，则在学术才艺上，则主这个人非常聪明，在文学才艺上非常有成就。月朗天门的格局最怕就是羊驼、火灵以及空劫星，如果在三方汇集到这样子的凶煞星，则为破格。但是月朗天门格逢到破格的时候，也是只有怀才不遇，或者是在婚姻健康会有所损失这样子的问题，或是要注意钱财、健康以及在感情上有所负面的影响。而月朗天门格如果是在三方逢禄存或者是禄全科以及六吉星，这些吉星则可以极化月朗天门格的格局，使它的强度变高变强。但是如果太阴逢到空劫，在本对宫或者是三方，这样子的话，则为架空了这个月朗天门格，而使它的力度减弱。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格局成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本对宫以及夹宫三方四正的整个的星曜的分布，是否构成这个格局的强弱。另外一个评估格局强弱的，就是观察星曜组合的分布。但是总体上来说，星曜的同宫会大于在对宫以及三方的加会。例如，由月朗天门格太阴坐在亥宫，如果逢到火星、铃星，火星、铃星是不会在同一个宫位。若是逢到其中的一个宫位，则为12格。而太阴本身五行是属水，火星则是属于属火，本身就有水火不容的意义存在。所以太阴如果与火星、铃星同宫的时候，就会表现出疑心病重、多愁善感、过度敏感、负面能量比较显现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在我们的周遭看到一些太阴坐在命宫的女生，如果又逢到火星或铃星同宫的话，难免就会容易有多愁善感，甚至负面情绪比较常常出现，疑心病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是在同一个宫位的话，这样子的能量则会可以说是100%的发挥出来。而如果是在对宫的话，则发挥的能量，这边负面能量则有50%的显现。另外，如果是在三方的话，加会这些火星、铃星的话，则这些负面的特质就可能会再降低了许多。以上我们就是针对格局的迷思以及月朗天门格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及探讨。如果你也喜欢探讨命盘当中的星曜组合格局，请记得点赞、分享以及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您的支持也是灵机最大的鼓励。灵机感谢您，谢谢。